好，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叫 Back to the Future，然后什么时候说买，什么时候要买，什么时候要卖哦。为什么叫 Back to the Future？ 有一部电影叫《回到未来》，有听过请举手。哦，这是一部老电影，1985年的电影哦。那故事其实还蛮有趣的哦，就是有一个年轻人叫 Martin 哦，那 Martin 隔壁住了一个疯狂科学家。有一天，那个疯狂科学家跑来说 ：“Martin， 你要跟我先回到过去。那因为过去会发生一件事情，会影响到你的未来。” Martin 听了他的话，就赶快跟他做了一个特殊的跑车。当跑车加速到比如说100迈的时候，他就进入一个时空隧道，然后就会回到过去。那当他回到过去后，过去才发觉，那时候他爸爸跟他妈妈正要准备谈恋爱的时候，但是有其他坏人要进来打坏他们的婚姻关系，打坏他们的男女朋友关系。那他会发觉，当那个坏人越来越成功的时候，他整个人就慢慢变成半透明，因为一旦他父母没办法结婚，就是20年之后根本不会发生，他根本不会存在，所以他就慢慢模糊掉了。照片上的他的兄弟姐妹3个人也慢慢跟着，慢慢要不见了，所以他一直帮助他的爸爸去追求他妈妈。哦，那这个是第1集。那到了第2集呢？哦，他又这个 Martin 又来，那个疯狂科学家又跟 Martin 说：“快，你赶快跟我过去哦，往前进入到未来，未来发生一些事情，你现在要必须阻止。”那他进入到未来后，才发觉到未来是有一个邪恶帝国在统治。那这邪恶帝国居然是他们班上的一个小胖哦，同班同学哦。小胖在学校里本来成绩就很差，然后也不得人缘。为什么20年后他会建立一个邪恶帝国，要控制整个世界呢？原来他发觉小胖也发明一个方法，比如说那时候从1985年直接可以进到比如说2020年哦。那他进到2020年这一刹那呢，就从2020年呢，把所有的股票资讯再带回到1985年，那他就有从1985年到2020年所有股票资讯，所以回到1985年之后，他就开始投资各式各样的股票。那因为他知道所有资讯，他一路投资到2020年，他就变成一个大富豪了。哦，所以他只要这样，这个时空旅程多来回几次，他就赚的钱越来越多。哦，那所以我们的问题就变得很简单。今天不是叫各位去拯救世界哦，而是让各位怎么样知道哦，你就知道所有股票资讯，你怎么样变成一个大富豪。哦，那所以问题是，假设一个股票哦，这所有的价格资讯你通通知道了哦，你知道未来3天会涨会跌，或是未来100天它到底是怎么样的表现？那我请问你，什么时候要买，什么时候要卖，才能够让它的获利为最大化？哦，所以这个问题呢，就其实当然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哦。那当然，如果说你真的能够预测未来股价，预测很好，光预测还不够啊，你还知道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假设股票资讯都有，你要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那这边有一些 assumption， 这些 assumption 有时候在现实情况下不见得成立哦。我们为了简化起见，假设我们每天这个股票只有单一价格，只有一个价格哦。那每天呢，你只能买或卖一次，只能做一次哦。那你如果要买或卖，你一定卖得出去，或一定买得进来。假设你只要买或卖，一定会成功，所以 you can always get the transaction done 哦。这件事情不见得会成立，因为呢，你发觉哦，今天股票开盘100块钱哦，100块钱你就想说好，我用100，我直接用100块钱下去买，没想到一开盘它就涨了，变100、111、112，你就追不到哦，所以这叫滑价，价格就开始有变动，你根本买不到哦。那有时候你要卖，这股票价格一直跌哦，那如果价格不对的话，你也卖不出去，所以买卖其实都会有一个误差在里面，但是我们都把它简化，只要你要买或卖都可以完成哦。然后呢，还有一个你必须有交易费在里面哦，股票买卖都有一个交易费，那交易费呢是跟你要买卖的量成一个正比哦。那第3个呢，你是要买就全买，要卖就全卖，
这件事情当然跟现实情况下也不太合理哦，但是就是简化起见，因为如果你要得到获利最大化，一定是全买或全卖。哦，但是实际上你可能买了你今天有身上100万，买了50万台积电的股票，你又怕它会跌，另外50万不敢买，那你就会只买一半，剩下一半留下来，这是为了风险的缘故。哦，但在现实情况下，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考量，但在这一题里面呢，我们就是把这些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呢，就是把它简化掉，做一些比较简化的考量。哦，那如果在这些简化考量之下呢，事实上有一个解析解哦，最好的 solution， 我们就用 DP Dynamic Programming 可以达成。那我们来看看怎么做这件事情。好，我们讲 DP Formula 哦，上次讲过，比如说我们上次讲的是在走 Pathfinding 嘛，走路径，比如说从台北要走到高雄，各式各样的走法，你怎么样走出一条路出来，让它 cost 为最小哦？那各位记得，我们要定义一个叫做 Optimal Value Function 哦，这个函数它永远有一个最佳值，那这个最佳值呢是 depends on 更小的问题的最佳值，可以把它一路结合过来哦，所以你必须定义一个你的 Optimal Value Function 是什么，然后把它的 Recurrent Formula 它的递回式写出来，到最后把你的答案用这个Optimal Value Function 来表示。这3样东西你要讲清楚 ，DP 就算完成了。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把它 formulate 成这个样子哦。我们这边有一些 notation 哦，有一些符号要知道哦。第一个呢，我们假设总共这每一个 stage 呢都用 I 来表示，所以 PI 呢代表在第 stage I 的时候，这是股票的 price。我们现在只看一只股票。我们没有看很多只股票，但我们的作业会看很多只股票哦。然后呢，在第 I 个 stage， 这个 stage 你可以想象的是，就是第 I 天哦，他每天在做这件事情哦。这个 stage I 就表示第 I 天的意思哦。那 SI 呢，就表示说，在第 I 天，我的股票的总数最大值有多少哦？那另外一个 CI 呢，就是在第 I 天，我的 cash总数最大值又有多少？哦，那这是 C1 一开始呢，就是 initial cash， 我刚开始给你的 cash 就叫 C1 哦。那有这些符号在里面，我们可以看，立刻就可以看出来，我要求取这2个东西的最大。PI 是给定的，这已经给你了，跟你讲股票每天的价格有多少，这是已经定死的。但 SI 和 CI 就是会变动的部分。你怎么样求的 SI 和 CI 的最大值？哦，那一开始呢 ，C1 呢就是第一天你老爸就给你 C1 这笔钱，哦，比如 C1 可能是100万给你，那看你经过了几次的股票操作以后，怎么样让它达到最大值？哦，那我们假设呢，你爸爸呢是一开始就给你这个钱，哦，第一天他一早就给你这个钱，哦，所以你就拿这个钱，你就可以买卖当天的股票。那他说，哎，3个月之后，哦，3个月太久，我1个月之后我要验收成果，1个月之后的那一天一早上，你马上要把 cash 秀给我看，看你到底赚了多少钱，哦，所以第一天我给的是 C1， 我可以看出来，这 S 就是我的 stock， 就是我分别写 S1、S2， 就是在每天它的 stock 最大值有多少，然后这个 C 呢是表示 cash， 哦，所以 S 代表 stock。C 呢代表 cash， 哦，所以我第一天拿到 C1 有这么多钱，从这边就开始一路往后跑。那这 P 代表每天股票的价格，哦 ，P 代表每天股票的 price， 每股有多少钱，哦，所以我们想看要怎么做这件事情，哦，那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把这 recurrent formula 把它写出来，哦，你看我第一天一早就给你 C1， 哦 ，C1 你可不可以换股票？可以啊，我立刻可以换股票啊，所以我 C1 去买股票，价格是 P1， 所以我 S1 可以得到的股票呢，就是 C1 除以 P， 有没有？我立刻就有股票了。但是在每一个 stage 呢，你either有股票或者有 cash， 你也不能2个都拿到，因为我是 all in， 所以你可能是走上面或是走下面。哦，那我们就是一路走过去看最后哪个时间点要走上面，哪个时间点要走下面，到最后一天
我一定看 C6，我要让 C6的值为最大。哦，因为我假设到最后一天，你爸爸一早就跟你讲，哦，钱拿出来我看你到底赚了多少钱。哦，那时候你不可能再去买股票再把它卖掉。哦，所以最后这边我们 S6 就不看，哦，直接看 C6 最后是剩多少钱。哦，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把这个 recurrent formula 算出来。哦，好，我看啊，假设你们有第一天，你有可能有股票在这里，也有可能有现金在这里。好，那我请问你在第二天，你的股票的最大值是多少？哦，你就看它有2条路径可以走嘛，一条路径是走这里，一条路径是走这里。哦，所以 S2 就等于 maxima 2条路径的最大值。第一个部分呢是 S1，S1 就进来。S1 表示什么意思呢？我本来有股票，我统统没有卖啊，所以 S2 就等于 S1，就直接过来。另外一条路径从 C1 走过来 ，C1 走过来是什么意思呢？我有在前一个 stage 我有 C1 这么多钱，那我就直接买股票啊，所以它是 C1 除以 P2， 有没有？今天的价格已经是 P2 了啊，所以 C1 除以 P2 就是你从前一天的股票换现金换股票，现金买股，所以得掉股票的数目。就2条路径走过来，你就找一条最大的，这就是你要的。哦，那再过来你看 C2 呢，也是一样有2条路径啊，一条是这里，一条是这里啊，有没有？第一个路径呢是一样 max， 一件事情说我通通不买股票，所以呢我得到的钱还是 C1， 有没有？我的钱没有做任何动作，从前面搬过来。那第二个从上面走过来，就是我 C1 除以，抱歉，是 C1 除以 P1 才对哦。好，那另外一个是从我把股票换现金啊，所以是 S1 乘 P2， 我2个取最大值。哦，所以每一次到达每一个点都有2种可能，从前面是股票换现金，或是现金换股票。哦，那再过来看这里，到 S3 哦，它可能等于什么东西呢？第一件事情也是从前面过来，第一个是它股票都没有动，所以是 S2。前面就直接把股票搬过来，没有做任何事情。那也有可能是我从这里哦，这是股票都没有动，也可能是从这里过来啊。我把现金换股票，现金有多少呢 ？C2， 所以这边就是 C2 除以 P3， 找一个最大值。哦，那再看下面到这里也是一样，有2种可能，一个是水平，一个是45度角过来。所以这边呢是找一个什么东西的最大值呢？一个是它 C2 过来，我直接没有买股票，前一个 stage 钱就直接搬过来。那也有可能从前面这边 S2 的股票我换现金，所以 S2 乘以 P3， 哦，2者取最大值。所以这样看得出来吗？它就一路往前走，一路往前走。我们把这个 stage 再把它走完哦。到了第4个 stage 哦，股票最多情况是怎么样呢？有2种可能，一种是前面的股票直接拉过来，第二种是现金换股，一个从这里过来，现金换股从这里过来，所以这边是 C3 除以 P4。那 C4 呢也是2个路径，一个是水平，一个是45度角，所以这边呢就变成 max。哦，一个是现金不变 C3， 然后股票换现金就是 S3。我抱歉，它总要跑出一条直线 S3 除以 P4， 哦，这样一路走下去，你永远找最大值就可以了。最后呢，最后一条路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算从这里过来，或者从这里过来，结果就出来了。哦，答案就出来，你最后可以得到多少现金？那得到现金，你就 backtrack 回去，一路 backtrack 回去，就可以知道说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可以得到最大的现金的收益。或者你把它写成recurrent formula 的哦，你可以写成，我画个图可能比较容易了解。哦，在这一点是 CI， 这一点是，抱歉，我按照跟前面的 notation 一样，这边是 SI， 然后这边是 CI， 那这边是 SI 加1，这边是 CI 加1。所以 SI 加1就等于 max。哦，一种是直接水平走过来，股票不动，所以是 SI。
那第二种是这样走，那就是现金去买股，所以变成 CI 除以 PI 加1。好，那 CI 加1呢等于 max。第一个是现金不动，现金不动就是走这条路，那就是 CI。那再来是股票换现金，所以就是 SI。这边是 SI 乘上 P， 我要写这个好 ，S 乘以 PI 加1。所以这两个式就一直往前走，也是这样，就好像剥洋葱一样，一路往前切，往前切，往前切，切到最后答案就出来。所以概念很简单，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第一批的问题全部可以换成这个 pathfinding 的问题，就是这个意思。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在走一个路径，然后一路走过去，最后走到最后，你要答案就全部回来了。好，那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好了，举个例子来看会比较清楚一点。这个 quiz 就是考试的时候就可能以这种形式来考。好，我们来看首先一开始，你这边是你老爸给你10块钱，那10块钱你可以当天一早拿到这个钱，你立刻买股票，股价是2嘛，你就10除以2，所以得到5，所以这边是5是等于10除以2，你就得到5。那再过来，开始从第二天开始，你可以走这一条路，或可以走这条路。那所以这个5是怎么得到的 ？max， 这个手写板老是怪怪自己会跳出一些文字出来所以一个是你这边已经有5了嘛，5张股票，所以不动5张股票。那第二个是直接拿10块钱现金去买股票那10块钱现金在这股票已经变3啦，有没有一股3元啊？所以这边是10除以3。你取 max 当然知道说那我当然要取5比较好啊，所以表示说我要从这个路径过来，所以你就要有一个 backtrack 的路径我把它写在这里我把它画大一点，表示说这是从这里过来的然后再走到这下面，这下面也是一样，这是 max 一个是10块钱过来，一个是股票有没有5块钱把它卖掉换现金，那现在一股3块钱啊，所以3乘5等于15。你说那15比较好，所以这个15是从哪里来的？从这里来的。这是 backtrack 的路径然后再看这里这边一样也是 max， 可能是5块钱从前面过来。那另外一个呢是从这边的现金有15块钱，有没有？15块钱去买股票，所以这是15除以4因为现在股价是4块钱。一个是一样，一个水平，一个是45度角，所以得到说，那5块钱比较好啊。这个股票张数当然是5张，比这个还要多啊，这15%还不到4啊，所以我就知道说，好，我的路径要从这里过来，这是到时候 backtrack 要回去的路径。抱歉，这个这样子然后再看20这里也是一样，它是 max。一个是15，现金不动。一个是股票，这边有5张，把它直接换成现金，5乘以4是20啊，所以这边20就出来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是股票换现金的结果，所以是从这里过来这样一层一层往下走再来看这里，到这里，这个是 max， 有2种可能，一种是水平只有5张股票然后这边现金换股票，你看。这边有20元的现金，股价掉了到2块钱，所以20除以2，这边就得到20除以2，所以得到10，所以立刻你就知道说，那现金换股票会比较好，所以到这里的话，最好的路径是这样过来的。那再来看这里，这边我们把它走完这样同学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在这里它也是 max， 一种是原先的20元不动。然后再过来是股票换现金，股票这边有5张，换现金换来股价只有10元，5乘以2，那只有10元当然不好，所以我知道说是从这里走会比较好。然后再来这个边是 max， 也是一样，10块钱过来水平的，然后垂直过来是
45度角过来是20元除以3，那当然是10比较好，所以是从这里过来。哦，然后到这边30也是这样 max。哦，前面是20，后面是现金换股票换现金，这边有10张股票乘以10乘以3，所以当然30比较好，所以我就知道说要这里比较好。好，那最后到这里，这边就不用看了，因为我一定要换成现金，所以直接看这里。这边一个是也是一样 max， 一个是水平过来30元，然后另外一个是股票换现金10乘以2。所以是20，当然比较差，所以我知道是从这里走过来。好，抱歉，不是，是这里走过来，是从这里走过来。所以这样，等你一路走完以后，你就知道说，好，那我最好的收益呢是多少元？30元啊，在这里啊。你给我10块钱，我最后赚了30元。哦，然后你是怎么走的？你的路径是这样走的，是这样子哦，一路 backtrack 回去。这样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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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这样走过来的。哦，所以你为什么会这样走？这其实你直接看这个就很知道。如果是这边完全没有讲到交易费嘛，所以你一定在这里买啊，买了又不动，不动，不动，到这里把它卖掉啊，对不对？因为要跌了嘛，卖掉在这里再买进来，然后在这里把它卖掉。哦，那最后这个不买了，因为最后你要兑现了，所以你看从这里买进来，持平不动，到这里把它卖掉，卖掉后再买进来，再卖掉，最后到这里结束掉。哦，所以这也是很符合你的直觉啊，因为你这边完全没有交易费在里面啊。哦，所以这样能得到最大的获益呢，最后就是你10块钱呢可以变30元。哦，那如果有交易费在里面呢？其实也很简单，你就把交易税一起算进去就可以了嘛。哦，所以一开始我有 C1 在这里，我立刻就把它换股票，那所以 S1 呢就会变成 C1 除以 P1， 不要忘了要乘上1减 low， 这个 low 就是你的 transaction fee 的百分比。哦，等于说你的钱一定要做这个事情，一定要先乘上 C1 要乘上1减 P， 就先边扣掉一部分的，然后再除以 P1。然后再过来看 S2 也是这样 max。哦，第一个从前面过来 S1， 或者是从这边 C1 去买股，所以是 C1。哦，我应该先乘1减 low 比较好，1减 low 再除以 P2， 这样会比较合理一点。哦，那到这里呢也是一样，这是 max。从前面过来是 C1， 然后从上面过来的就是你有 S1 的股票。S1 乘以 P2 也是要乘以1减 low， 把它减掉。哦，这样一路走下去，所以跟前面非常类似。哦，那或者是你把它写成一个 general 的 formula。哦，这边假设是 Si， 这边是 Ci， 到这边是 Si 加1 ，Ci 加1，所以 Si 加1就等于 max。哦，第一个是前面不动，直接过来 ，Si， 哦，这个是指水平。另外一条路是走这里，走这里就是 C1 是 cash 嘛 ，C1 乘上1减 low， 再除以它的 price，Pi 加1。那 Ci 加1呢，也是一样是 max。哦，从前面走过来 ，cash 不动 ，Ci， 然后这边是股票换 cash，Si 乘上。Pi 加1，但是要乘上一个1减 low， 要扣掉一个手续费。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recurrent formula 就出来了。那你就看一路算下去，一路算下去，一路算下去，答案就出来了。哦，那因为有加上这个手续费 ，depends on low。哦，如果 low 很高的话，你不会随便乱买，你要涨过一定的值，你才会值得去买它。你如果没有涨过那个值，你就实际上就不需要去买它。哦，所以利用这个方式就可以一样填表填过去，答案就出来了。好啊，这就是一个 DP 的 formula 哦，怎么来解这个问题？哦，那第一个我们来看几个问题啊。第一个是，这个 DP 的方法能不能被推广到 multiple stock？
我今天假设有10只股票，我可以在10只股票切来切去，切来切去啊。哦，那你要怎么做这件事情？啊，你注意，你不可能从 A 股去换 B 股，你一定要 A 股先换现金，现金再去换 B 股，所以会经过2次的 transaction， 所以1减肉会变成2倍。哦，所以这是你要小心的地方。哦，所以呢，假设我给你4个 stock，4个 stock，这事情跟这个 stock 的个数没有什么关系哦。然后 over n years 哦，或是 n 不要讲 years days 好了，因为是每天在变的，n 天。那请问你找出来就是 best timing， 什么时候要买，什么时候要卖，才能得到让这个 return 能够 maximize。哦，这个问题就是你的程式码变成要对付。今天假设有10只股票，让你玩3个月，那这10只股票你都知道它的走势是怎么样，然后都有它的 transaction fee 在里面，那你怎么样让它得到一个最大值？这一样可以用 DP 来完成。哦，但另外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说，你一定要 all in 吗？但我觉得应该是 all in 才会达到一个最大值。哦，不 all in 的话，因为股票一定是这一只涨得很凶，我就全部进去，这样才能够让它的获利最大化。我们现在完全不考虑风险，因为你就知道所有的东西了。好，我们来看看怎么样把一些实际的情况放进来，让你能够做一个比较实际、比较 realistic、比较符合现实状况的模拟。第一个呢，是不是有可能 different transaction fee for 买跟卖，如果 transaction fee 不一样，对你这个 formula 有什么影响？其实没有影响，就照带而已。有一个 row 1跟一个 row 2，看你怎么样带进去，一样它可以把你最佳化找出来。那如果你觉得说你有一段时间我觉得 cash 要在我身上，我觉得比较安心。那我如果给你的 constraint 说，在这个1年内365天呢，我至少要保留30天拥有现金。那你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就是这30天我一定要把它保持在我的部位就是现金，不是股票。那你有没有办法用 DP 解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要可以。那这就是我们的作业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就是你要去想办法解这个问题。假设没办法用 DP 解，那你也可以可能用 DP 找出一个近似的 solution， 然后再慢慢调整到要满足这个 constraint。所以这种 constraint 有各式各样的形式，说，比如说1年内至少保留30天拥有现金。那我加另外一个 constraint 说，我这30天要连续发生，那你要怎么做这个问题？这个就会变得越来越复杂。那有没有其他 reasonable 的 constraint？你会觉得这些 constraint 有没有觉得什么东西加进去才比较符合现实的情况？其实我是希望加这些 constraint 进去，让你没办法用 DP 解，这才是我的目的。东西加的越复杂， DP 就越来越难使用。那如果说只有这个30天拥有现金，这个我的感觉还是可以用 DP 解。那你有没有办法想出一些 constraint， 然后最好这个 make DP 不能够直接应用上去？那这时候你就要想一些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的作业。那作业会等期中考完再公布给各位。那还有这1个礼拜的时间呢，这样你们可以帮我想看到底有什么东西加进去会比较符合现实的状况。好，那我们今天有关于这个 Back to the Future 怎么样用 DP 来做这个股票买卖的操作，能够让获利最大化。整个概念大概就讲到这里。概念其实很简单，但实际要应用的时候呢，其实就没那么容易。就是我刚刚讲有很多 constraint， 再加上你要能够预测股价。你这预测股价呢，通常预测的，我预测明天会涨会跌，可能还有一点准度。预测3天后，预测10天后，预测100天后，股价指数会多少？那几乎都很难预测。那但是如果你能够预测还不错，就可以套用这套 DP 的方法，找出最好的买点或者是卖点。